Hello，宝贝们，这一节课的话，我们继续来讲关于颜色调色啊。我们的这盘水彩的颜色的话呢，老师有具体给大家涂出来这样的一个色卡啊，每一个颜色上面也有给它去写上名字啊，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咔嚓咔嚓可以截一下图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过后在调色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去记一下这些颜色，你就知道哪2个颜色或者是哪3个颜色配到一起了，这样会比较好记。或者说是拿它去对比一下在色环上的颜色，然后我们在需要到对比色、互补色去调色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说是更容易操作一点哈。好，我们去把它放在一边啊。这一节课的话，我们主要是来给大家去调和马卡龙色系。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啊，什么样的颜色属于是马卡龙色系，它的颜色的饱和度啊，基本上都是偏低的。马卡龙的话可以说是一种甜品，或者说一种冰淇淋，一种小饼干啊，那种很甜美的、很可口的、很少女心的这样的颜色，而且基本上都是浅色系，这种浅色调的，它的明度都是比较高一点的啊。上一节课我们有说过，对吧？颜色越浅，明度越高，然后它的纯度降低，也就是它的颜色的饱和度会更低一点，这样的颜色被称为马卡龙色系啊。然后我们基本上能见到的市面上很多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的色彩对比啊，这个是用马卡龙色系和莫兰迪色系进行的一个对比。马卡龙色系，你看这个是黄色，明显就是这一边它颜色要更亮，颜色要更浅，饱和度要更低，对吧？这种就是它跟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呈现出来，就是马卡龙的黄色系，那这一边马卡龙的绿色系，对吧？都是这种浅浅的小天青色呀、天蓝色呀、浅天蓝呀，对吧？这种很富有少女心的这种感觉的啊。紫色系也是，它颜色基本上都是比较偏色的啊，没有正色的。马卡龙的红色啊，这种很粉红的这种感觉，很有少女心。对吧？这种蓝色调的这种感觉的。好，那我们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的话呢，我们今天会教大家，把整个我们利用这一张色卡，它去对应的颜色的话呢，先给大家来讲一下啊。从白色第一行白色到肤色，柠檬黄到天蓝，就是我们这一边的颜色。从白色一直到天蓝，也就是上面这2行的，然后从紫罗兰的颜色开始，这个是紫罗兰，一直到最后这一行墨蓝色啊，一共是这样的24个颜色。我们在调色之前的话，首先要来了解为什么咱们的颜色是这样去给大家去挑选的。它的话呢，我们不管是说颜色的理论知识是如何的，我们最终的目的在上一节课老师有跟大家说过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颜色去服务在我们的指甲表面上的，对吧？我们这一盘毕竟它是美甲的专用水彩盘，而不是用来就是说在纸张上画画的，所以我们在选用这24个颜色的话，是更适用于直接去使用，或者说是调配出来的颜色都是更适用于操作在指甲上的。我们呈现出来的效果的话，它可以是更显白的是这样的一个目的，所以我们才用到了这24个颜色啊。那好，接下来我们用这些颜色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调配啊。那首先的话呢，我们也把它分成这样的几个色调：黄色调、红色调、紫色调、蓝色调和绿色调这些颜色。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就可以先写上它的黄色色调先去调黄色调。好，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肤色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，因为它是我们整个调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。它的话呢，像我们水彩大家要记得，就是说，上一节我们有给大家讲过色彩的一个理论，对吧？色彩的理论的话呢，大家要知道，就是很多颜色我们想要变浅，想要变深，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说，平时我们学过画画可能说用水粉或者是用那个学油画用丙烯之类的，那调和的时候可能想让这个颜色发浅，那就是加白，对吧？包括到我们的彩绘胶，包括到我们的雕花胶调色也都是这样的方式，但是水彩是不同的。水彩我们想要颜色变浅或颜色变深的时候，要加的不是黑白，
大家一般都知道，如果是加白的话，颜色会变浅；但是水彩的颜色直接加白的话，它颜色会变脏。只有少量的几个颜色加白可以啊。过后老师会一样一样说，跟大家去说。那有很多颜色是不要直接加白的，而是我们要选择去加这个肤色，让它颜色更柔和，让它的颜色更好看啊。那首先就这个肤色而言，它自己来说就是一个马卡龙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颜色给它取出来。这个颜色是完全不需要去调的啊，第一个颜色。好，然后就单纯的针对于这个肤色而言啊，它的明度可以是有变化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往进去加水，对吧？颜色是有透感的，加水之后，它的明度就有变化。你明度提亮了，颜色变浅了，它可以变得更透明。这样的啊，然后它可以颜色可以更浅，就是再去加水。这个时候它颜色可以变得非常透。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对吧？就本身针对于一个肤色而言，它自己就是有这些变化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看到一个最直观的颜色，挑哪一个？它旁边有一个黄色，对吧？这个柠檬黄，柠檬黄的颜色去加肤色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可以说是肤色啊，给它浸满了水的状态下，调个去揉个5、6下啊，大概4、5下、5、6下那样，就是完全让它是一个浸饱了的状态。然后我们直接去加这个黄，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它的比例是完全一个1比1的状态。那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黄色。啊，但是这个黄色的话，你直接把它作为马卡龙的颜色可不可以？也可以的啊。但是这个颜色我们操作在指甲上的话，用处不太多，不会特别多啊。但是我们要先把这个颜色给大家呈现出来。1比1的状态的话，明显它这个黄色比较明艳，对吧？那我们其实可以改变于它的这个颜色的浓度啊，可以说是把我们的肤色加大啊，如果黄色加的更多的话，它只会更黄啊，那是没有必要的，我们就不去调了。那就加肤色，在这个黄色当中，黄色的不变的情况下，肤色多加。好，呈现出来，来，在这个上面。好吗？它颜色会有这样的变化，明度有变化了，色彩也是有变化的了。好啊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，其实可以说肤色再多加啊，但是其实再多加就没啥必要了啊，因为再多加其实它就跟那个肤色区别不是很大了，因为我们在指甲上的话，颜色色感就是没有对比说那么的强烈啊，尤其是在指甲上，它的面积比较小。对吧？那我们就调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啊，就这两个颜色合作就到此了。然后下一个颜色，下一个颜色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去啊，就按照它的顺序去找就可以了。像这样的黄色，它属于浅色调的啊，浅色调这个的话，它可以去调这个肤色，同时它也可以调白色啊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黄色，柠檬黄啊，加白色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哈？浅色调的，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水彩当中，我们浅色调可以加白色。也可以加肤色啊，它俩呈现出来的会有微微的一点点差异啊。来，黄色我蘸了大概也是4、5下啊，然后我们把笔擦干净，然后去蘸白色，同等量的白色啊，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，然后来，哎，还是不够啊，不够，这个黄太黄了，有一点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它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建议说加肤色啊，因为加肤色它的颜色要更柔一点，加白它就有一点很亮啊，亮眼的感觉，有点抢眼，好吧？在指甲上这个颜色并不常用啊，那就是想让它颜色再纯一点的话，就是再加白，猛猛的去加白啊，多量的去加白，就恨不得颜色黄色只有一点点一丢丢。笔刷上呈现出这一点点就可以，哎，可以了，
可以了啊，你会觉得这个颜色，哎，你突然之间自己去看它的话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个颜色有点像肤色，哎，但是它这个肤色却是偏黄调的肤色，它不能真正作为肤色去使用。真正作为肤色的话，还得是这样的单纯的皮肤的颜色哈，就它俩会太亮了啊，呈现出来有一点像那种荧光偏荧光的那种感觉啊，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让大家就是说直接加白的原因。好，这个黄色啊到此结束，我们再去偏一个调调。其实它们这两个颜色啊，已经呈现出来，这两个颜色是哪两个？是我们的刚才调和出来的这两个颜色，对吧？它们两个之间还可以再加啊。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个颜色去调和，其实这个里面还可以加第3个颜色。第3个颜色的话，你可以去再找，那肯定什么蓝的、绿的这些都不能加，对吧？加完了它就变成别的色系了啊。我们要始终给到大家的黄色系，黄色调的话，它还有什么是颜色是黄色调的？当然就是橘色，对吧？啊，橘色是介于红色和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，那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土橘啊。咱们没有亮橘色，有没有发现？大家这个里面是没有亮橘色的啊，因为土橘色呈现出来的效果要更好。你直接拿那个亮橘色在甲面上的效果的话，这个不常用啊。我们来一点点土橘色，可以先调到这个里面去。看没？哎，它会变成这样一个很马卡龙的嫩嫩的啊，这样的一个橘色，来把它呈现出来。对吧？然后啊，再把我们的这个水量可以多加，多加的话，这个颜色就会变浅，会变透啊。大家看一下变浅变透之后的效果，是这样的。然后的话，当然同样一个土橘色，我们还可以加到这个里面，对不对？加到这个刚才这个黄里面，你看非常明显的变化，它会变成这样的橘色啊。还是啊，这个橘要少量的去加，不要加太多。好，它会变成这样的颜色。好，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什么调调啊，就是它除了这种颜色之外，还有一个，就是看起来有点像米灰色那种感觉啊。其实米灰色那个调调里面的话是有白色的元素，有黄色的元素的啊。不要看它就直接发灰，如果你直接黑加白的话，那种灰色是没啥意思的。我们要在甲面上呈现出来那种米灰的效果啊。加什么颜色？首先肤色来一点，然后这个深褐色啊，就是这个深褐色来一点点啊，有点加有点猛了，加多了。来一点这个感觉，看看呈现出来没？有点这种灰不拉几的颜色，对吧？哎。这个颜色它呈现出来的，然后你颜色可以说比例啊，记住颜色的比例不同，就是你加进去的这颜色不同，比例不一样，这个肤色多放一点，哎，它呈现出来就是这个颜色了。如果要在这个当中加一点水呢，颜色直接变浅变透。变成这个调调了啊，这个也属于是马卡龙色系啊，这个就有一点莫兰迪色系了啊，这个颜色就有点莫兰迪色系了。它这个颜色是可以放到那个就是中国传统色里面的啊，但这个的话，以后我们下一节课的话就给大家调这个了啊，你知道的哈。然后的话，然后我们进行下一个色系啊，下一个色系的话，我们可以调一个黄色的相近的颜色调，绿色或者红色啊。红色吧，红色调。想想看什么样的颜色叫做红色调，对吧？红色、粉色，这都属于是红色系里面的啊，就是它都是颜色非常相近的。那我们首先的话，颜色是从这个红开始啊，我们整个的话，这个颜色当中红色系有哪几个啊？深红、玫红、大红，有粉色，有这个干枯玫瑰色，有赭石砖红、土橘，其实这些都属于是这种红色调的啊，包括玫粉都是哈。那我们直接红色调的话呢，首先的话你不可能直接取这样艳丽的颜色，对吧？那所以说这个颜色它要调什么？大家应该这个时候应该知道，对吧？这个颜色我们可以调这个肤色，万物皆可调肤色啊。
就是把它调完之后，直接就会形成的就是马卡龙色调的一个感觉。哎，加进来，看到没？直接颜色就会变得非常嫩啊，就这个小颜色上来。然后可以说加一点水进去，它的颜色就会变浅啊。呈现出来就这种效果。那如果说是直接加白的话啊，它会变成这种感觉啊。这个颜色是老师不建议大家直接去使用在指甲上的颜色啊，除非有的时候我们特殊需要啊，它有一点点粉调的这种感觉哈。这个是我们加了白色的一个效果。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颜色是有点偏橘的效果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加什么？加一点点黄啊，加一点点黄进来，它颜色会有点变化，一点点就可以啊。加一点点黄进来，它会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颜色的话，它就会明显就是黄调有点加多了啊，再加回来一点点肤色，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如果是你想让它颜色偏冷色系一点的话，就可以稍微笔尖衬一点点的蓝啊，一点点，不要加太多。加太多它会变绿啊，它会直接就变成改变它的这种色相了，有一点。所以说这种颜色我们逐渐往后啊，要告诉大家什么？颜色的话最多是3个颜色去调色啊，再往后变成4个颜色去调色的时候，它的颜色会变脏，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去调啊。那如果说是像我们平时用到这种，就是2到3个颜色互相去调色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是那句话啊，不建议大家直接加白，写一下啊，直接啊，最后不要直接加白，水彩的一个特点。然后不要超过3个颜色。这个是一个重点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继续啊，这个是第一个这个红色调，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这个玫红色啊，它有点点发粉的那种玫红色的效果。然后我们也是什么，这回又不加白了啊，直接给大家加什么肤色，因为它加肤色，它揉出来这个颜色就是很马卡龙，然后很甜美的这种颜色啊。加这种粉去加肤色的时候，肤色一定要多加啊，就不要粉色不要太多，否则你出来的那个粉色就艳粉的啊，就不好看。呈现出来是这样的粉色。这样一个效果啊。假如说肤色再多加的话呢，它颜色还会更浅，是这样的小嫩粉啊。然后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直接的粉，这个我也给大家涂一下吧，涂出来的。但是这个粉色每一次老师不都直接去用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颜色我也是要调色用的。调色的话，我们这个粉色也可以去开始可以加这个红啊，它这个可以去加这样的红色，加一下。然后，但是它们2个加起来的话，这个颜色更不常用啊。这个颜色更不常用。粉色的话，基本去加哪一种多一些呢？它去加这样的颜色，就是本身就是灰调的颜色，这样去加。它本身这个颜色已经很明亮了，不要直接去加，纯度太高的颜色，我们要加纯度比较低的啊。纯度这个老师上一节课已经给大家讲过了，对吧？直接加纯度高的颜色，你看它出来的颜色就是这种，用东北话来讲就是囤粉的啊，就是比较俗气，所以说不要这么去加啊。这个颜色老师来给大家，等会儿再去加这个啊。我们继续先把肤色这个加完，肤色加哪个？加正红，看一下效果啊，看它会是这样的。它呈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粉色调调啊。其实这种，它们3者的区别啊，不会，尤其在我们的甲面上啊，区别不会太大。还是那句话，就像黄色一样，它颜色区别不会太大啊。所以具体等到你要想呈现出那个粉色的时候，你具体加哪个的话，我们酌情去决定就可以了。
然后的话呢，加哪一种啊？还是肤色来。我最经常用到的一个色调啊，就是拿肤色直接去加什么砖红，加砖红呈现出来的会是一个皮粉色，就是它的粉调没有那么重，就有点很甜美的感觉啊。就是肤色再多加的话，它会是这样的，颜色会变浅。然后再加水的话，它颜色会更浅，就很好看。就怎么调出来？这个颜色我经常会用到啊。如果一般我觉得这个颜色里边，好像粉调少一点点的话，我会稍微抹一下这个粉，稍微抹一下下就可以啊，让它颜色更嫩一点啊，呈现出来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近处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这个砖红还可以说是直接什么加我们刚才这个粉。这个粉色啊，砖红有点加多了，粉色我需要多蘸一点。然后是这样的，这种颜色的话，我们一般可以作为小玫瑰的基层的颜色啊，就是第一层。如果你想做一个颜色比较浅色调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后期用它也可以，或者拿它加这种干枯玫瑰的颜色啊。那么又说到了第3个调红色系很重要的一个干枯玫瑰，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它本身是色彩的明度也比较低，然后纯度也比较低的这种，它的话呢就可以说是直接去用啊。它的话在调色上面的话很少去用到它，因为这个颜色本身已经很深了，因为它颜色纯度比较低的原因，你要再去往过去调的话，也很少能把它去调成我们想要的颜色啊。基本上调完它可能会脏，那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它的话可以作为这种调完之后，它有点发紫啊，有点发紫调，不是说不能用啊，而是用起来的机会很少。那所以说我们需要调它的时候，就得是你需要一个纯度特别低的颜色，然后在它的里面加入大量的浅色啊，调出来会是这样的，这样一个感觉啊，这种还有稍微有点紫色调的一个效果了，是吧？然后再说到一个颜色，就是这个玫粉色了。玫粉色的话，跟我们前2个颜色一样的，就玫红色和这个深红色去加肤色是一样的啊。它加出来是一个什么效果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它这个再去调色的时候也是啊，加大量的肤色去调，调完之后的话，它会是这种淡粉、小水粉色啊，这个是水粉色。跟之前的粉色不一样啊，你会觉得它这个粉比之前的颜色要更正，但是的话用处也是没有之前的这种颜色多啊。玫粉色的话，多数是我们也是作为花朵的时候直接去用，或者稍微少量的加一点点其他的色调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玫红色啊，就是它的话呢，其玫粉的话，这个颜色它是比较具有特殊性的啊，在我们的马卡龙色系当中它不常用。这个颜色的话，但它一定要有，因为这个颜色很难被调配出来。这个颜色会在我们一些传统色系当中，在其他的一些调色行为当中会比较常用它，但它在马卡龙色系当中不常用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红色调、粉色调已经就都有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偏橘一点的啊，偏橘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土橘。土橘的话，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给它加肤色。加一点点，肤色的话多加，土橘要少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，可以加一点点的粉，或者说加一点点红啊，都可以。它呈现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，呈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你要是多加一点点水的话，它颜色可以更浅、更通透哈。然后如果说在它想让它更发橘一点的话，就加黄啊，一点点的柠檬黄啊，它会变成这样的颜色啊，就是这个颜色属于马卡龙当中的一个橘色啊，
这一点的话，就是在老师整个讲解过程当中，你们可以就是记下来啊，也可以涂一个，就像我的色卡，然后具体哪几个颜色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很难就完全记住，可以说是稍微记一下。但是我是按照整体这个顺序去走的啊。如果我们记住整体的一个调色方向的话，其实你调起颜色来是非常简单的。其实无非就是这样几样，把注意的不要用到的颜色记上去，然后把最重要的颜色记上去，重要的都加哪个？我几乎都加了。肤色对吧？加肤色，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？加水，水多或少的一个问题啊。加的水多，它有可能颜色，它这颜色就会变浅；加的水少，颜色变深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，一个就是比例啊。肤色加的多，它的颜色色系就会有所改变；肤色加的少，它的颜色就会更深啊。那好，这个就是粉红色调的哈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紫色调。紫色、蓝色的话，其实它用到的也比较马卡龙色系的话没有那么多啊。哎，对，紫色调。紫色调的话，我们用到的就是这种。一个非常实用性非常强的一个紫罗兰的颜色啊，可以稍微这样多加一点，然后去加什么？还是肤色，就是你会发现，就是马卡龙的颜色，你就直接加肤色就对了。调出来就是一个马卡龙的紫色啊，这个紫色在甲面上会非常好看的，但是在纸张上它颜色会深一点啊，会暗啊，肤色多加会是这样的。然后再多加一点水的话，它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个紫色，还有这个紫啊，还有这个紫色，这个紫色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是加肤色，但这个紫色没有刚才的那个常用啊。这个紫的话，它是有一点香芋紫的感觉，看。但是这个紫的话，呈现出来是这种它在甲面上呈现出来效果，我经常会用到上面紫罗兰去调肤色呈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啊。然后你也可以用它去调粉色，去调这个粉啊，调出来它会是这样的一个紫色，就是它的粉调会更重一点。这个紫，这是加粉的效果。然后再加一点肤色啊，在这个当中可以加肤色啊，可以的。然后它的粉调，你会发现它颜色粉调更重了啊，是这样的几个，对吧？这6个就不能是6个了啊，它们仨是一个嘛，这4个是最常用的马卡龙色系的紫色调啊。其他颜色的话太麻烦啊，老师就不教大家调了。如果你要硬让我说一个的话啊，我可以说一下大家，但这种的话不好记啊。老师教大家的都是比较常用的啊，就比如说可以是用玫红色。玫粉色啊，总说错。玫粉色，你去找色环上它的对应的颜色，也就是它的互补色是什么？绿色，对吧？稍微来一点点啊。这个加完绿色之后，它会变成这样的颜色啊。这个颜色有一点像是，像什么来着？那个叫乌梅子酱的颜色。它加完之后，它会变成这样乌梅子酱的颜色，也就是它的纯度会降低，但是它依旧是一个很明艳的颜色。那你就要把它变成马卡龙色系的话，我们就得还是得加肤色，对吧？它会变成这种的，然后加出来就是这种感觉了它就是这样的颜色，对吧？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是往里多去加水，或者是多去加肤色啊，都可以，是吧？多去加肤色，呈现出来就是这样的。多加水的话就是给它揉淡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会呈现出这样的效果。然后的话其实这个颜色乌梅子酱的颜色的话，这个我要着重说一下，因为这个颜色经常用到啊。我去用到的也还有一个技法，你可以用这个紫罗兰的颜色，加一点深红。它俩也是乌梅子酱的颜色，但是它俩调出来的话，会是这个紫色要多一点啊，这个红色少一点，这样的话它呈现出来就这个效果。然后的话，你再去加这个肤色而且这个又让我用的有点脏了啊。但是它调出来，你会发现它俩的色调会有一点不一样，
啊，这个颜色就有点偏红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它调和出来的话会是那种紫色和红色，它俩本身就有点偏近于什么红色调。还是啊，在我们的色环当中去看的话，它俩就是属于一个类似色，也是就是有点接近的这种，在色环上它俩是非常接近的，对吧？所以它里面都是有红色调的，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去它俩怎么去调，然后怎么去加肤色，这个里面红色调是会更多一点的啊，所以它呈现出来就会这样，会是这样的颜色哈。你们可以去多加水啊，就这样，它会比较淡。